夏天就是耕钓的季节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金山的中角湾，来看看有没有钓到一些底栖的鱼种。今天使用的装备是我开发设计的海水小物竿，是多节的款式。那今天的风呢不会很强，那流的话是刚刚好。现在的潮水是满潮正在反退中，还算缓流的情况下，这时候咬度会最好。所以我们赶快下去试看看，走吧。直接走了。现在流很漂亮了，而且下面结构都很清楚，所以应该蛮好钓的。今天天气也好，这才是重点。只要风一强，你的视线就不好控制。你的饵也不好操控，所以目前的状况是最好。再走下去，花枝的壳，右侧沙滩这边。那沙滩呢？因为我想要提高我的搜寻效率，所以我换上我们的 U Spoon， 这汤匙真的是我最爱的婴儿款式之一，起鱼率非常高。这支已经帮我送了不少的鱼种，那我一样拿它来搜寻看看，它的搜寻范围很大，而且是最快。一落水。我就压低我的竿身，压低我的竿头，侧向的快速平卷平收，让我的汤匙达到最大的摆幅。速度我们也可以稍微加快一点，没关系。因为上述提到的鱼种，夏威夷还有清奇都超爱追饵，对，他们的游泳能力很强，泳速也很快，所以绝对不用担心你卷得太快，他们追不上，只有咬不到的问题，这就无法避免。汤匙在海水小湖这块原因有2个。第一个，对它远投能力很好，搜寻的范围又大，颜色也非常适合海水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它不管是你的快速平收，做水表的搜寻，钓一些比较表层的鱼种，或者是我们打底栖的鱼，让它自然的飘落，慢慢的平拖平跳，小跳平拖，2种方式都可以操作。它适合对应所有的钓法，还有你的操作都可以去用汤匙做对应。所以我个人最推荐的一定是这款 U Spoon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有时候飘落的时候就摇走了，对，所以你盖线飞的速度也是要有。抬高旋2圈，飘，旋2圈，飘一下，所有方法都可以对应。加上它只有单钩，所以它挂底的几率自然就会降低非常多。平卷平，飘落平卷。飘，平卷，飘，平卷，飘。OK， 中间这一侧，像这种正海水场，只要流有在动，不管你是退潮或者是涨潮，你流有在动的情况下，鱼开口的机会就很高。反而是潮底或者是满潮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流，它的戒心就会提高，就不太会觅食。没有讯号的时候，我们就换丢右边，就是一块一块的搜寻，一样尽量扩大你的搜寻范围，从最左边到最右边都可以丢。这整块海域都是你的标的，因为石斑会躲在哪一个洞，你不知道，你就一块一块的去尝试。好，我们再往左边去，汤匙收过之后没有反应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换。因为我们钓海水最重要的就是多尝试，不管是你的饵的颜色，或是种类，都要去更换，都要去尝试，因为你不确定它今天会吃什么饵。搭配我们的2寸新软虫，草绿色的，一样我们在底部搜寻，底部慢慢跳，试看看。现在水慢慢退下去了，所以流速也越来越快。因为里面这边呢是比较浅场，虽然中间有一条深沟，但是我现在的标的选择外面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外面人工岛那个位置？那个位置的平均水深呢，都会至少3、4米以上。所以往那个外面丢的话，中鱼的几率会比较高，我搜寻的范围也就更广。这些底栖鱼种，这个气温，这个现在反退流的情况下，应该会比较有纪律的往比较深场去躲。所以我以那边为标的，现在先抛饵看看。
直接测试。理论上这边中鱼几率会高很多。那一样，我丢出去了之后，我先让我饵沉到底，收一点支线，确认到底了之后，我再开始平卷、慢收、平卷、慢收，遇到障碍小跳一下，平卷、慢收，来了！只要你的饵经过石斑他虾，通常90%以上的几率它都会直接开口。我们就是慢速的平收，在石头缝中间慢慢的游移，轻轻的跳，让你的饵尽量的贴底，在底下，这样才有最高的几率不中鱼。赚4、6分特效，前场搜寻过了，还有我的垃圾人工岛也搜寻过了。那我现在就往中间这一块。因为我们跟钓的时候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持续太久，你抛投一直在抛投在同一个地方的话，也不一定会有讯号。因为石斑它的地域性很强，它不太会移动。左右都搜寻了之后，我们往中间这里有一块也算是深场的地方，也是蛮有结构的地方，丢看看。对，每一块都做扇形的搜寻，这样才是提高中鱼的最大的概率。精选一下，感觉到现在触底了，然后就可以慢慢平拖，遇到障碍跳一下。当你遇到石头的时候，你不要大力仰竿，这时候就会直接卡死进石头缝里。你遇到石头的时候，只要把你竿头轻轻跳一下，点一下就跳开了。所以你可以均速的慢速平收，遇到障碍就跳开，遇到障碍跳开，这样子操作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操作方法，用你的竿头带起你的竿身，扬竿去感受底下地形。好，这卷收制线，扬竿。这也是一个操作的方式，慢慢卷，中。像我这一支海水小乌竿，8尺1的设计，我搜寻范围就非常广，加上实心竿尾的搭配，它不止感度好，又可以远投，我的中度又够挺。所以就算遇到大鱼，冬季来这边遇到洄游性鱼种，也是可以轻松扛住，完全没问题。刚刚呢，我使用的是草绿色的 Wave Fish， 我们2寸的。那这次呢，我换成黄腹黑背的，这个颜色呢，在潮间带，它咬度也非常的高。我马上来实测一下。跟钓路亚没有最好的方法，只有最适合你的钓法。所以大家只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钓法，就没问题了。只要你能够起鱼，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，那就足够了。钓鱼不是如此。是我们的弹道束扣签，束扣签搭配我们曲柄钩，还有我们2寸的金软虫，这是双色系的黄腹黑背，上面带一些亮粉，这个颜色在潮间带其实也蛮要的。它的腹部这边有做切割，所以它底下它这些纹路呢，在水中的波动会更大。相比于一般的地尾软虫来说，它摆动的摆幅会大很多，而且底下会有更细节的摆动。要钓鱼，我们就把所有的情况、所有的状态用到最完美再去钓。OK， 落底，感觉挂底没关系，这时候绝对不要硬扯。这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，轻轻绷住你的竿，然后快速的抖动，让它的震动传到你饵的那端去，反弹，你解开的几率就很高。解开了，就是这样。中了，靠背，就这样莫名其妙中了。小红猫，它大概在我竿头前方而已，顶多2、3米的位置。咬得很近，它待的位置很浅，因为现在正在退水。我最要收回来的时候，那一瞬间它才咬下去，所以顺势也没有开枪，我顺势抬起来，它就起来了，很可爱。今天我使用的钓组呢，新的这把海水小乌竿，搭配0.6号的 PE 线，还有3号前导，加上束扣线，还有我们新的2寸软虫 Wave Fish， 2种颜色我都中了，不管是草绿色或者是黄腹黑背的。2款颜色在海水钓场来说都非常适合。
今天呢，我总共中了4只石斑，关键就是你要找到鱼的位置，大范围的去搜寻，你要很勤奋的去抛投，才有中鱼的几率。底栖鱼种它咬只有1瞬间，那一瞬间你要开枪，只要开枪完成了之后，其余的几率就很稳定了。所以这就是根钓钓法的重点就在这边。那我今天使用的所有钓组呢，包括我们的海水小乌竿，还有 Urban Pet PE 线、前导线、软虫，甚至于是我们的 U-Spoon 汤匙，还有我身上的救生衣、鱼池、帽子等等，全部都可以在猎人找到。喜欢根钓的大家，记得去锁定我们的官网，还有我们的频道，也可以直接来门市找我们的店长，我们店长会为你耐心的、细心的解说。好，今天的钓友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